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, jingle all the way. Merry Christmas! 今天来教大家做森林小树，胖嘟嘟的呢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！不知道大家在家里啊会不会做这种圣诞节的布置哦？你会吗？我一定要的啊，真的哦？就大概12月初，差不多11月底，你就要开始准备那些东西，像做这种布置的东西啊，然后随便拼都很可爱。那你就是把你前一年累积的碎布再拿出来用。对，因为这个其实体积也没有很大，其实要在家里摆一棵圣诞树啊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尤其是在就是台湾人的家里。已经够急了，我要走了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可以拿来安抚大人。是，然后我就是做完之后啊，我这样捏，我觉得好舒压哦。下面那个好扎实哦。对啊，而且这很像那个有一些老人家啊，就是什么要训练他的手的那个我力气，就是要让他的手不要迟钝啊。然后不是会有，你知道他们会有2颗球，就是2颗球在那边员外才会有核桃。我觉得这个啊，蛮可以取代的东西的，还不错哎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进入教学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把纸型描到胶板上。那这个胶板是一个塑胶片，它有一个厚度，这样我们等一下在画这个外围的时候会比较好画。那如果只是用一般的纸也是可以的哦。接着我们要准备6片20×20的这个布片，那我们要两相对，然后正面对正面，所以这边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片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外围呢，用珠针稍微把它别起来，方向就是没有一定要怎么样，你不要刺到手就可以了。我真的很常车的时候被刺到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刺到有时候是你就一推，然后就这样扎进去。Oh my god！ 好，这样就别好了。那我们就把这个纸型放上来，稍微置中放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版型是石板，没有留缝缝的，所以你四周要稍微预留一点点布的空间。接着我们就用水小笔画出这个外围的记号，那你可以画深一点哦。这样外围都画好之后呢，版型的下面这边的反口记号要记得画到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要从这个线车这样一圈到这里来，然后头尾回针，所以这一段都是不用车的哦。今天我们示范的机型是仿工业的 NCC 1851N， 同学们可以加入这个吸控杆，就是它可以这样抬压脚。那我们在旋转的时候会比较方便，就不用一直抬后面这个压脚。对，因为这个树蛮多弯曲的。对，它就是那个9弯18拐。9弯18拐。南港展览馆。南港展览馆。好，就从这个位置车3针回3针。这附近的珠针都要先拔掉哦，这样要小心不要车到。还有时候断针啊，你一定要把那个断针都找到。有时候在机壳里面，你要用磁铁去吸它，不然真的是那个会伤到机器。然后车这种弧度比较小的啊，大家可以把针距调小。那像仿工业的话，它本来的间距就比较大一点，所以你可以调到1.8到2之间。那电脑型就调到2就可以了。耶！这是什么马叫声？对，马叫声。车缝完之后就是这样3片。那我们现在来修剪缝份。这边是反口，那老师会直接目测，就是留大概0.5的距离。如果你觉得不好剪的话，你可以先拿纸型用缝份圈，在外围留下0.7或是0.5的缝份，之后再开始修剪。那修剪完缝份之后，我们要在转弯的地方都剪上压扣。凹的跟凸的都要剪吗？对，都要剪。
那你也可以用这种锯齿剪刀，它就直接帮你有点像省略变成一个步骤。好，现在就是目测大概0.5，然后就是这样。其实用这个锯齿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那个布比较不容易虚边，因为有时候那个牙口啊，剪到来它就是会脱线。对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不那么脱。对，它就是边缘比较干净，只是你在这个转角地方比较细。这样。缝缝都修剪完了，那反口这边，因为我们到时候会手缝。所以你这边的缝缝啊，可以再给它多一点点，这样你到时候在反折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虚边。所以我这边反口的缝缝，我会故意给它留的比较多一点，这样。这边锯齿剪完之后啊，像这种转弯特别小的地方，就还要再给它牙口记号。修剪的这个牙口深度就是距离我们这个车缝线大概0.2这样子，留一点点边，不要剪太里面，但又不可以剪太浅哦，因为你如果剪太浅，它翻过来很皱，因为它部位全部挤在一起。对，这边就会没办法展开来。大概要剪到什么范围啊？就是像你看这个弧度来讲，我大概是0.2就剪1刀，就是你多剪就绝对不会错，因为它这个弧度那么小，你要想哦，它这样才可以翻开来。那如果只剪1刀的话，假设我只剪1刀，它就只能展这样子，所以这边都还是紧，就会像那个茶叶无法伸展开来，对，它就卷曲在一起。所以至少剪个五刀比较安全。如果是这个比例来讲，当然你看大概0.3，所以就是大概3刀啦。哦，这样子。接着我们这边是反口嘛。所以这边一边是不是有画记号线，另外一边没有？我们就要可以先把这个边啊，用熨斗把它这样整烫好。哦，这样等一下缝的时候，对，这边翻过来比较漂亮。你也可以用骨笔啊，就这样刮一刮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对照着这一边这样刮一刮，所以这个边就已经收干净了。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反力钳，这样从反口这样伸进去。然后我们夹住这个头的地方，这样把它夹住。然后它这边反力钳有个卡榫，就是你把它卡住，卡住它就打不开，有没有？所以它就可以夹紧，然后就这样，不用担心手会放开。对，然后就把它翻过来。那其实我们反口留很大，你要用手也是可以，就直接把它给它翻过来。像我们刚刚这个剪牙口的地方翻过来，这边不会皱皱的，这样就是 OK。那如果你翻过来发现它还是皱皱的，再多剪个几刀，对，再多剪。有时候可能是你剪得不够深，对，剪得不够深，或是你缝缝留得太多了，因为布料很紧嘛。翻过来之后，这个缝缝它就会被这样子夹在里面，可以用这种圆头的东西。那这个是反力钳的尖嘴，也可以用筷子，那就是不要伤到布料就好。然后你看我现在这样子进去推这个布边的地方，把它这个漂亮的边线推出来。那因为我们就是车弧的啊，所以它就应该翻出来要是弧的。所以有时候不是车不好，是你牙口剪不够深，再来是没有翻出来，没有推出来，你是有车道的。像这样有没有？这个弧度就出来了。那你也可以就是边烫完，边推完之后就马上来整烫。这熨斗就这样下来，把这个边这样烫。像我们刚刚有讲，这边很容易皱皱，对不对？那你翻过来以后啊，就是把它，如果还有皱皱的，稍微这样给一下，蹭一下之后把它烫平。那有蒸汽的话，开蒸汽是更好。这样子，这个边缘都整理好之后，我们就直接熨斗这样压烫，烫好就像这样，就是很平整。正反面都是。那尤其是我们刚留反口这地方，先烫好翻过来以后，车完接反口这个地方啊，就会很漂亮，你们就会看不出来是哪里接的。真的耶。对，不然有时候是翻过来我们才整烫，这边就有一坨凸一块哦，所以先整烫再翻面是比较好哦。小技巧。
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买18511送 Candy 8803，附上线张力调节钮、速度控制键和新式面板，清洁保养更方便。压不脚压力调整钮、零件盒、脚臂拆卸、小巧脚踏板、伸缩式电源线，收纳好方便。可调整针距，15种精致花盘，开扣眼、车拉链都没问题哦。仅此一档，要买要快哦！现在整烫好就像这样，然后这边是3个地方都有留反口。那你可以想一下你的顺序想要怎么样？那我们就是尽量让布花错开，同色系的分开。那我们就把它3片完全叠在一起。如果有一点点大大小小的没关系。你就让它置中就好了，这样子。然后用这个珠针把它3片一起别起来。你等一下从中间车缝1道线，把这3片夹在一起。所以你的珠针就尽量别在2侧，像这样，3片叠在一起。那中间呢，你就取一个大概5公分7边。我们就从中间这边剖一半，画一个记号线。接着我们就是3片一起从头车缝到尾，回针。好，那我们要从头开始车缝，但是因为这边呢很多缝份堆积很厚，所以你从这里直接起头一定会卡住，所以建议进来一点点，从这个地方起针，回针之后再往前车，这样会比较好车缝哦。所以先进来一点点，大概1公分左右，然后回针。这时候你的针距就可以调成一般的针距了。那你如果觉得回的不够，你可以再多回1次。车缝的时候，如果感觉到布一直被这样往前推，你可以用锥子这样子反方向的送布进去，就不会吃到最后发现你的布被拉长。通常最上面那一片最容易被拉长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就是在表面，然后布料对它就一直被推，压力太大，压力山大，扛太多了。好，这样就车缝好了，看，全部粘在一起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扁的状态，我们要从底下这边开始塞棉花。刚刚留的那个反口在。对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一边有2个，总共就会有6个反口。这6个反口，我们就是分别把棉花塞进来。这个棉花我们就先取适量。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棉花会用多少，就看一下这个大小，大概这样。对，我每次都看他们在那边，大概2倍这样，因为它一定会塞，看你想要塞得很饱满，还是比较蓬松一点。但这种形状建议就是塞饱满一点，会比较漂亮。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棉花先拉松，这样拉松。那你可以就是有技巧性的让它们都粘在一起，就你不要全部都撕开，不然你如果分次放进去啊，它就会一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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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它松就好了，就让它更蓬松。对啊，我有时候塞，他们都说怎么看起来像米其林，就是一圈一圈，就是中间会有一个凹进去的断层这样。好，那你可以把它搞成长条形这样。那我们就是准备要来塞，一样用这个反理钳，前面就是夹一点点，我们就把它塞进去。就这样整条把它弄进去哦。对啊，就这样慢慢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一坨一坨的哎。你中间也是可以分段啦，就是如果不好弄的话。哇，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哎。像比如说，我觉得这样太大了，还是可以把它分掉一点。然后你可以准备筷子或是笔，因为像这个反理钳如果不够长啊，是不是没办法推到很里面的地方？你也可以用筷子去推它。那我们就是先尽量让这个棉花到最里面的地方，先把这边填满，不然这边都塞很硬，到时候就进不去了。然后这边你看，这很容易会有空隙嘛，你就要这样把它顶过去，把这个棉花这样顶到旁边来。所
所以你用手啊，你都摸得到棉花到底有没有塞进去。因为它这个是反礼钳是夹子，前面是夹子，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把棉花夹起来塞进去，夹起来塞进去。那你如果只是用筷子顶的话，可能就会棉花没有办法照你想要的地方去走。然后你可以这样子稍微松一下，把它整理一下，稍微把它松起来。对，松起来。所以你看这边其实都塞满了，那你就可以接着下面这一块。那我这边是不是塞到一半？你就可以再接着拿后面的来，让它们有点粘在一起的感觉，这样才不会说一段一段，中间会有落差。就像我这样，这边比较大，我就可以用手先进去顶，推到这个边边这样子。到这边一样快结束，我就再拿后面的棉花来接，再一起塞进去。塞好之后，就像这样子。那底下会有6个反口，我们需要个别把它们缝合起来。可以先把反口捏平，用珠针稍微别固定一下，这样棉花就不会一直跑出来。把6个反口都缝好就完成喽。完成啦！没错，有没有很简单？真的 so easy 啦，真的。然后啊，你可以啊，车完之后像我们一样在上面装饰一些就是小东西。这是一个珍珠扣哦，所以你们也可以，如果家里有别的珠珠，或者是你有在做串珠的人，你就可以缝自己的珠珠在上面。如果你有剩下的那种圆形的纽扣啊，纽扣也是很可爱耶。对啊，如果你把这个做成超大的，就比如说这么大的，那上面缝纽扣，你就可以把你的圣诞吊饰挂在那个纽扣上。哦，我看过这样子的，很可爱。如果你做一群啊，会很疗愈。一群啊，这样好几个，这样摆在一堆，然后你就摆一些干燥花什么的，然后小蜡烛，那个蜡烛一点起来，氛围感都有。如果你像它一样这么有仪式感的话啦，那其实如果你不是要专门做圣诞节的花色的话，你用其他的颜色来拼，我觉得也很可爱。有的你可以一面素色，然后另外一面是花的，它就是会间隔出来，会素色的地方比较多这样。那你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子随便配，随便可爱。那这个纸型的购买链接呢，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哦。那赶快跟我们一起动手做看看吧。那如果还想看我们开箱什么工具，或是拍什么样的主题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Rosa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